如果你也是一个侦探推理迷，那么你绝对认识这个金发女人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她被誉为推理女王，是人类史上最畅销的著书作家。她的作品《无人生还》和《东方快车》被众多网友奉为是经典中的经典。你看过她的作品吗？哪一部最精彩呢？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她的《马普尔小姐探案系列》第1季第1集《藏书室女士之谜》。在郊外的一栋别墅里，女仆在打扫卫生时，发现书房的地板上躺着一具金发女尸。经调查，死者的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勒痕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她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别墅的主人是一名上校，发现尸体后，他将当地的警长叫来，警长是他的死党，看了一眼后便用调侃式的语气询问他是不是在外面沾花惹草了。然而上校却表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名女子，这就奇了怪了。如果你不认识，那么尸体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书房呢？另一边，上校夫人也找来了自己的闺蜜马普尔小姐帮忙分析案情。马普尔是一名乡村侦探，破获过不少悬案。来到书房，她细心地发现死者身穿黑色亮片礼服，手上涂着大红色指甲油，并且还留有一头醒目的金色卷发，看来是刚参加完某个活动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就被凶手给杀害了。经过调查，书房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，再加上窗户有被撬开过的痕迹，因此马普尔和警长都认为是凶手杀完人后将尸体运到了此处，目的就是想嫁祸给上校一家。听完此话，上校夫人立马想到了一个人，电影导演皮特。他跟上校有过矛盾，并且听说他的女朋友就是一个金发女郎，眼前这名死去的金发女子会不会就是他的女朋友呢？随后画面转过，马普尔和警长一起找到了导演，可刚坐下，导演的金发女友就找上了门，看来死者另有其人。与此同时，尸检报告出来了，经过法医的检验，死者是被人用腰带勒住脖子窒息而亡的，死亡时间是昨晚的10点至11点半之间。为了尽快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，警方决定从镇上的失踪人口开始调查，发现最近一共有2人失踪，一个是85岁的老太太，一个是16岁的女童子军。女童子军虽然和死者的体型有些相似，但是她的头发却是深棕色的，外貌描述对不上，他们之间似乎也没什么联系，因此这条线索也就彻底断了。然而就在警长毫无头绪之时，一名同事突然打来电话，声称有人报案说镇上的尊皇酒店昨晚失踪了一个舞女，她一头金发，并且失踪时穿的就是黑白相间的晚礼服。为了验证她的真实身份，警方找来了死者的表姐缇娜，随后经过辨认，确定了死者正是她的表妹，名叫丽莎。原来他们2人都是尊皇酒店的舞女。1个月前，表姐缇娜在海边游玩时一不小心崴到了脚，为了保住工作，她把表妹丽莎叫来代替自己跳舞。就这样，他们一个负责跳舞，一个负责陪客人们打牌。缇娜表示，她最后一次见到表妹的时间是昨天晚上的10点半，当时表妹正在陪一名男客人跳舞。转眼间时间来到凌晨，酒店的男舞伴过来找缇娜说道，我们该表演下一支舞蹈了，可是怎么都找不到丽莎人在哪里。没办法，缇娜只好带着男舞伴去到表妹的更衣室寻找，然而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只看见更衣室的床上放着表妹刚换下来的衣服，而一旁的衣柜里呢则少了一件黑白亮片的晚礼服。看到这一幕，缇娜非常的生气，她认为表妹一定是偷偷跑出去和那个导演鬼混去了。无奈之下，最后缇娜只好忍着疼痛代替表妹跳完了那支舞。说完，她还向警长展示了一下自己受伤的腿。事后警长也发出疑问，既然你认为死者是偷偷跑出去玩了，一晚上不在也很正常啊，你为什么要选择报警呢？此时一旁的同事才说出，报警人并不是缇娜，而是酒店的 VIP 客人亨利爵士。据说这个亨利爵士和死者的关系非常要好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警长带着缇娜来到了案发现场。然而对于发现尸体的地方，缇娜感到非常意外，表妹和上校一家都不认识，她的尸体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接着听说报警人是亨利爵士时，上校夫人也感到非常的震惊，因为亨利和上校以前曾是关系很要好的朋友，只不过现在很少联系了。据上校夫人所说，7年前这个小镇还在打仗，某天晚上，亨利爵士一家正在庆祝生日晚宴，忽然间一颗炮弹从天而降，亨利的至亲全都当场死亡，只有女婿、儿媳还有儿媳与她前夫所生的儿子幸运地存活了下来。为了获得更多的线索，马普尔和上校夫人住进了尊皇酒店，开始秘密调查。这是推理女王阿加莎的经典之作，不看到影片的最后一刻，你绝对猜不到凶手是谁。马普尔和上校夫人来到尊皇酒店，刚入住就看到缇娜正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游泳。随后2人找到了亨利的儿媳，经过询问得知，1个月前他们来到了这家酒店度假，在这里亨利结识了活泼开朗的舞女丽莎。昨晚丽莎像往常一样来找亨利闲谈说笑，看他们聊得这么开心，儿媳就没有打扰，回房间写了几封信。下来时，丽莎正在舞池中间跳舞，没事做的几人便开始相约打牌。坐在牌桌上的人分别是亨利、亨利的女婿缇娜，还有亨利的儿媳。4人一起打牌直到0点。这时酒店的男舞伴过来说，丽莎不见了。所有人都没在意，只有亨利坚持要报警。说完，
马普尔和上校夫人转头又找到了亨利爵士。亨利表示，自从他的亲人们去世之后，他就一直活在悲痛之中。尽管女婿和儿媳对他很好，但是他们毕竟是外人，和自己无法交心。直到1个月前丽莎的出现，让亨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快乐。于是他就打算收养丽莎作为干女儿，并立下遗嘱，把自己的所有遗产都给她继承。此话一出，马普尔立马问道：如果丽莎没有出现，那么这笔钱将会怎么处理？亨利回应说，如果没有找到继承者，那么他的所有遗产将会被儿媳和女婿继承。说完，马普尔瞬间想到了什么，看来丽莎的死跟亨利的儿媳和女婿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可是案发当时，他们明明都在打牌，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不是为了遗产，难道这是一起情杀案吗？还记得死者的表姐缇娜曾说过，案发当晚死者失踪时，她怀疑死者去找男人去了。然而最近这段时间，和死者走得最近的男人一共有2个。第一个是案发当晚和丽莎在舞池跳舞的那个男客人，他是丽莎出事之前最后接触过的人。经过询问，男客人表示，丽莎在和他跳舞时总是在不断的打哈欠，似乎很困的样子。于是他就主动提出让丽莎回房休息去了。说完，这位男客人还声称，昨晚他的车子不知道被谁偷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。接着是第2个男人，镇上的电影导演皮特，他非常的喜欢丽莎，经常来酒店找丽莎跳舞，并且听亨利的女婿说，有一次他们在喝下午茶时，从丽莎的包里调出过一张照片，上面的男人就是导演皮特。为此，亨利和丽莎还大吵了一架。随后画面一转，众人来到丽莎的更衣室进行调查，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些被剪下来的红色指甲碎片，这让马普尔感到非常的不解。像丽莎她们这些爱美的女孩子，正常情况是不会剪自己的指甲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正思考着，缇娜带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，经过询问才明白，这个小男孩是亨利儿媳和她前夫所生的孩子，和亨利也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。细心的马普尔发现，缇娜和小男孩的关系似乎很好的样子。转眼间到了第2天早上，警方接到一起报案，声称有人在附近的采石场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汽车，并且汽车的后座还有一具烧焦的女尸，尸体的身上有一枚女童子军徽章。看来这名死者应该就是女童子军的成员。刚好前2天镇上有一个16岁的女童子军消失不见，于是警方立刻确认了她的真实身份，并叫来了她的闺蜜询问。原来这位女童子军名叫小翠，她在失踪前曾偷偷跟闺蜜说了一个秘密。小翠表示，上个周她在逛街时被一个电影导演相中，对方还约她去尊皇酒店试镜。闺蜜声称，她就是去试镜的那天才消失不见的。说完，马普尔立即动身去找镇上的电影导演皮特。皮特出去买酒去了，只有他的金发女友在家。刚坐下，细心的马普尔就发现一个问题，皮特家的壁炉旁边没有铺上防火毛毡。正常情况下，每家的壁炉旁都会放上一块用来防止飞出的火星点燃地毯发生火灾，可他家的去哪里了呢？对此，皮特的金发女友回应，原本是有一块的，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几天前那块毛毡突然不知道去哪了。这时皮特也刚好从外面回来，在马普尔的逼问之下，他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在马普尔的不断调查之下，真相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案发那天晚上，皮特喝得烂醉如泥，刚回到家他就发现地上赫然躺着一具女尸。皮特声称，当时他的头晕得不行，连死者的样貌都没有看清楚，而且他平时沾花惹草惯了，周围的人们都知道，如果报警，警方也不会相信他。于是在酒精的刺激之下，他想了这样一个办法。以前他和上校一家产生过矛盾，因此上校一直很看不起他。于是为了解心头之恨，皮特就用防火毛毡包裹着女尸，然后将其运到了上校家的书房里。防火毛毡因为沾到了死者衣服上的黑白亮片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皮特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就将毛毡丢进了垃圾桶里。说完，皮特还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童子军小翠，也没有约过她来尊皇酒店试镜。通过对话，敏锐的马普尔发现，眼前这个脑袋不灵光的家伙好像真的不是杀人凶手，他只是一个背锅侠而已。调查结束，马普尔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，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随后他对着警探说出了自己的推理。首先，最让他怀疑的是在丽莎房间发现的那堆碎指甲，指甲是剪下来的，缺口处整整齐齐。然而在书房发现的那具尸体，指甲却是被咬断的，这就说明了当时的死者根本就不是丽莎。那么躺在书房的那具尸体是谁的呢？马普尔若有所思地说道，在书房发现的那具尸体其实是女童子军小翠的，凶手利用他们体型相似的特征调换了2人的身份。在采石场车里发现的那具尸体才是丽莎本人的，凶手在辨认尸体时撒了谎。没错，凶手就是丽莎的表姐缇娜。说到此处，警长有些懵批，可是缇娜的杀人动机是什么呢？马普尔继续说道，这几天在酒店里，他发现缇娜对亨利儿媳的孩子似乎非常关爱，仿佛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。因此马普尔大胆猜测，缇娜和亨利儿媳是一对恋人，2人联手一起策划了这场完美谋杀，目的就是想让亨利儿媳顺利的继承遗产。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，首先
两人找到了一位和丽莎体型相似的女童子军，谎称自己是电影导演，以试镜为由把她约到了尊皇酒店，给她染了头发，并将她化妆成丽莎的模样。一切就绪后，两人又将女童子军迷晕藏到了房间里。到了晚上，亨利儿媳谎称上楼写几封信，其实他是趁这段时间将昏迷的女童子军带到了导演皮特家里，然后将其勒死。随后，亨利儿媳赶回酒店，此时真正的丽莎还在舞池中央跳舞。就这样，儿媳给自己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还记得丽莎陪男客人跳舞时一直在打哈欠吗？这是因为缇娜事先给她下了安眠药。跳舞结束之后，丽莎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换好衣服，她又来到缇娜的房间，等待着和表姐相见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她昏睡了过去。随后，时间来到凌晨，缇娜带着男舞伴来到丽莎的房间寻找，故意误导人说丽莎偷偷跑出去找导演鬼混去了。紧接着，缇娜借换衣服这个空档，来到自己的房间，将熟睡中的丽莎杀死。然后她和男舞伴跳完最后一支舞，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，给丽莎换上女童子军的衣服。缇娜非常的细心，她注意到了丽莎的指甲是长的，而女童子军的指甲是短的。于是为了保持一致，她特意剪掉了丽莎的长指甲，并故作聪明地将指甲碎片放回丽莎房间的垃圾桶里。殊不知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才露出了破绽。女童子军的指甲不是剪掉的，而是她自己咬掉的。缇娜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她偷走客人的汽车，并开车来到附近的采石场，然后一把火点燃了汽车，连同丽莎的尸体也烧掉了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推理结束，在场的众人都被惊掉了下巴。警长表示，虽然听起来还算合理，但是证据呢？马普尔知道，靠自己的推理根本就逮捕不了犯人，于是他说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。缇娜和儿媳设计这场谋杀的目的是为了争夺财产。如果现在亨利爵士对外宣称他的遗产要全部捐出去，那么凶手肯定会在遗嘱生效之前将亨利爵士杀掉。果然，这一切如马普尔所想。到了晚上，听到此消息的缇娜就拿着一管毒药来到了亨利爵士的房间，正准备动手时，警方从一旁冲了出来，最终将他给逮捕了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最后，两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他们的计划和马普尔小姐推理的一模一样，非常经典的侦探推理片。不看到最后，还真的没有猜到凶手是他们两个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。喜欢阿婆作品的，点个赞，关个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